歡迎睇自家這個戰鬥節目嘅現場，今日小妹妹後單日睇下來關心嘅係日本嘅安全戰略，有請到嘅係福建太后日本同東亞研究中心嘅何思欣究竟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提真，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講到這日本安全戰略，我當然就是要從最近一件事情我們來看，就是說日本、菲律賓在7月8號，也就是下禮拜一，他們就是會舉行的2+2的磋商嘛，然後預計會簽署一個雙方的軍隊就是互惠的准入協定 RA，然後呢，似乎有分析也是指出，日本打算透過這樣的協議，以便參加以後這個美菲在菲律賓周邊的相關的演習哦。老師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尤其是岸田政府，他在他的安全布局上面簽署 RAA， 然後甚至是跟菲律賓這樣東南亞國家簽署，是他的安全戰略布局的很重要一部分嗎？當然，他這個上來之後，這是第三個哈，他第一個是跟澳洲，然後第二個是跟英國哈。那英國的話，當然傳統在日本的近代有日英同盟啊，那不過那個是在2戰之前的事情，所以他們這個叫做日英同盟2.0哈。那不過一個澳洲一個英國，這都還是比較遠哈。他們這一次基本上是在這個跟這個同屬於遠東國家、同屬於這個印度這個太平洋地區的這個菲律賓來簽，當然這個意義的話呢是更為這個重要哈，而且就是說這個基本上這個跟整個這個日本它在布局它的周邊安全是直接的這個有關，因為這個事實上西南群島這個再下來一點點哈，這個就是在我們台灣的台東的外面有個巴丹島，對不對？巴丹島事實上這個過去這個像美菲的這個聯合軍演，就是肩並肩這個軍演，就以巴丹島作為這個最主要的一個這個軍演的一個海域。那就是說日本事實上在過去也曾經以這個所謂的觀察國家的這個身份，這個去參與這個 joint exercise 哈。那不過這未來的話，基本上他如果跟這個菲律賓締結這樣的一個 RA 的話哈，那他可以啊，這個等於是正式的加入這個美菲之間的這個肩並肩的演習哈。那讓這個演習這個變成是一個三邊的一個演習。那換言之，這裡面事實上是一個訊號啦，就是說這個日本跟整個這個等於是這個南海地區哈，這個做了一個這個連結哈。那這個當然跟過去他跟英國跟澳大利亞之間的這個 RA 就有這個意義上的不同，因為我們知道他 RA 這個如果這個跟英國跟澳大利亞的話，就從地理位置看，對不對？這個聽眾可能這觀眾可能覺得說這好遠，但是他為什麼要加？因為他是着眼於 AUKUS。他希望這個能夠加入這個美國、澳大利亞跟英國的 AUKUS，所以他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串聯。那菲律賓這個它有另外的一個戰略的意義，但當然它是着眼於南海的一個情勢，還有一個就是說在台灣周邊巴士海峽。那所以這個對日本的這個就是說他去強化這個他在整個這個印太地區的這樣的一個這個安全事務的一個參與上面哈，那當然是這個意義重大。老師，你講到這個哈，就是因為其實日本，我們看到這10年來日本的自衛隊，它不斷的把這個軍備啊，就往這個西南方向傾斜，就等於是我們看到，尤其這幾年2016年開始的，像是宮古島、石垣島、與那國島，開始有這個軍備駐在上面。對，然後所以說我們可以從這個重心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它的戰略其實都是為了，主要還是為了台海有事嗎？還是老師你剛剛有講到的？南海其實也它是日本關注的議題。事實上，當然這個日本哈，這個他把他的防衛重心南移哈，這大概是從這個整個冷戰結束之後哈，他就這個在戰略布局上面跟過去冷戰時期不一樣，因為冷戰時期事實上日本整個防衛上它最主要的這個假想敵是這個蘇聯，但蘇聯瓦解了，對不對？那所以這個整個日本在北邊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防衛，這個他們就把它往南移哈。那當然這個跟整個日本的周邊安全形勢的一個改變當然也有關。那在最重要的，大概你剛剛講到的中國大陸，對中國之外的話，當然也有來自於這個北韓的這個因素的一個考慮了。所以他們基本上在整個這個就是說冷戰結束這30幾年來哈，那日本的這個防衛的一個重點大概就是放在九州跟這個西南群島。西南群島就是這個我們這個比較熟悉的，對，就是沖繩啦。那以前這個就是說在台灣旁邊的這些小島，比方他們就我們台灣的東北角，他們日文叫做 Sakishima 諸島，叫仙島群島，就是我們觀眾很喜歡坐着遊輪去的石垣那個
地方，还有临近我们台湾最近的那个与那国哈，那地方基本上这过去是没有自卫队这个部署在上面的哈。不过在最近10年，因为整个这个中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钓鱼台在东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海域的这种竞争哈，那日本基本上在这个整个这个西南群岛的最南端，就是靠近台湾这地方哈，当然也这个放了这个陆上自卫队，然后来这地方这个等于是做一些这种等于是雷达的这样的一个警戒跟这种戒护的这样的一个布防哈。那当然这里面这个最主要的是针对中国大陆在整个东海，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南海的话，当然日本它不是主权伸索国哈，可是南海对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西链来讲，他们的这个叫海上生命线，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日本的能源大概差不多80%都来自于中东，那所以他们要从这个就是说荷姆兹海峡出来就会走这个马六甲海峡，然后就到了南海哈。那所以南海这个地方，他们要确保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南海的一个这个航行自由，他们也经常借用这个美国的这个话哈，2个关键词，一个航行自由，一个是完全的公海的性质。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南海的一个事务上面，过去日本基本上是比较这个就是说没有介入，因为以前在冷战时期哈，日本他们设定的就是这个菲律宾以北。不过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日菲 RA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宣示，就是未来的一个美日同盟基本上它超越了过去冷战时期的那一条线，就是菲律宾以北了。它基本上等于是几乎是可以这个讲好，这个涵盖整个这个南海到这个东海、日本海这样的一个海域，基本上都在美日同盟的一个范围之内。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日本这10年来也是很积极的参与，就是各方的演习啊，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 RIMPAC 啦，包括美日韩的这个叫做自由之刃的演习，那是新的演习，新的演习对吧？然后以前10年前，1年大概20次，现在我看了一个数据是1年参加大概40多场演习，连北约的他都有参加。对，老师，你看这个岸田政府他现在到底怎么想？当然，这个岸田上来之后，这个他在前年对不对？他有修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安保3文件。是。那安保3文件基本上，事实上，它等于虽然宪法没有修了，但是日本整个防卫已经脱离了这个战后的就我们所熟悉的那样的一个哈，就是他采取守势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战略布局哈。那他现在基本上他也是这个，就是说除了传统的跟美国的合作之外，他也积极的这个加入这些北约盟国，对不对？他也会参加北约的这个峰会，那甚至于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跟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西太平洋之间的这些岛国，那个像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澳洲，当然有很深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合作哈。那所以事实上，他现在的一个安全布局，这个就是说，当然美日同盟还是他的重中之重，可是除了这个基轴之外哈，他也多方的辐射出去哈。那当然这有2个这个考虑啦。那第一个当然是这个，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就是说在国际间，他在这个90年代之后哈，他真的很想这个就是说这个跨出这个就是说在安保哈这个领域的这样对全球的这个和平的一个贡献。那所以这个他必须啊这个就是说跟这个美国之外的其他的这个国家合作。那另外的话就是说美日同盟事实上跟过去的冷战时期也有一些性质的一个改变哈。那美国过去它基本上它是一肩扛起这个盟国的这个安全，对不对？包括日本，可他现在也要日本多出钱，然后后来还要求要多出力，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出钱出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日本自然的就是说，那除了你美国之外，那他也要这个去布局整个全球的一个安全网络哈。不是说美国靠不住了，那只不过是说这样的话，基本上他才可以啊，这个有这个这种多重的这种安全合作关系，然后去这个拉住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要追求的这种安全利益。那不然的话，你看这个以日本的这样的这个力量，对不对？他如果要单独的去对抗，这些都核武国家，这个中国大陆还有这个北韩都核武国家，那他当然力有未逮，甚至于现在有一个国家也回到东亚了，就是俄罗斯。所以其实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周边所存在的对它会
有安全挑战的国家都有核武，对不对？那日本怎么办？所以这日本它还是坚持非核三原则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说，美日同盟当然这个牢不可破哈。可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那日本还必须要这个就是说这个去团结其他的中小型国家，那这样子这个结盟起来，那基本上这个力量才足以去对抗这个就是说这在它旁边3个拥有核武的这个力量。老师，那除了这个叫军事上的布局之外，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经济贸易上，尤其像是最近很夯的这个半导体的问题，尤其像前一阵子才举行过这个美日韩的贸易相关的首长的会谈嘛，那其实他们有个重点就是也要加强这个半导体和电池供应的这些韧性哦。我们看到说日本这几年其实也是积极向各国招商啦，说就是包括像台积电啦，包括像是这个三星、英特尔这些企业去日本投资建立半导体厂，是不是因为最近的这些科技战的问题，让他也意识到说，其实半导体他们也是一个战略物资很重要的东西？当然，日本这过去这个半导体这个大部分都是没有操之在己哈。虽然日本事实上它有很好的这样，它过去有很好的这个半导体，不只是制造，它连设计、制造，甚至于就是说它有半导体制造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些化学原材料，对不对？对，那个之前在日韩的这个纠纷里面，他还把它从白名单里面拿掉嘛，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可以这个做光刻机，所以日本基本上它是在国际间就是它是最有能力，除了美国之外，它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完整的这个 semiconductor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不过过去在80年代这美国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贸易的这个的问题之下，那日本被迫签了一个半导体协定，所以它等于把整个半导体产业，对啊，它不是自废武功啦，就是说它被美国把武功给废了哈。那但现在当然时过境迁，对不对？那美国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半导体产业放在这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那比方讲像日本啊、南韩啊，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日本也趁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整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调整哈。那这个想要把过去这个他曾经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semiconductor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造，然后把它拿回来，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本小利大，对不对？你看到我们台积电这个多漂亮，这个支撑了整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哈。那所以日本自然他在寻求这样的一个这个日本的这种经济的这种活力的这个恢复的时候 ，semiconductor 当然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布局哈。这不只是着眼于自己的一个供应链、产业链的一个安全，那更也是这个就是说为日本的未来的一个这个新经济去注入这个活水哈，这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关键。所以这岸田基本上它也就是说结合全世界在这个 semiconductor 制造上面有这个实力的一个国家哈，这里面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当然是这个他要这个合作的这个重要对象。是，好，谢谢老师。今日嘅節目內容未落嚟睇時間小塊，我係廖記者，下次拜再會。